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2号周二晚上的7点45分。今天的市场是低开高走，尾盘跳水。美联储官员说，抗击通胀远没有结束，所以今天的美债收益率是飙升，促使交易员减少了对于明年降息的押注。美国国债收益率全线上升，涨得非常的猛。今天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了17个基点，到了 2.74 附近；3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20多个基点，到了 3% 附近。那么美联储的戴利说呢，美联储抗击40年来最严重通胀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埃文斯也暗示说，美联储明年需要继续加息，以遏制通胀压力。那么现在呢，9月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从之前的30%几飙升到了 41.5%， 但是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依旧过半。另外，对于整个3季度的 GDP 增速的预期在这个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里边也有所下调。他们今天将美国3季度 GDP 的增速从之前的 2.1% 下调到 1.3%。之前这个模型对于2季度的 GDP 预期呢是负 1.2%， 最后的实际公布数值是负 0.9%， 误差 0.3个百分点。在2季度的时候，很多的经济学家的预计 GDP 会出现正增长，但是模型在2季度预测上更接近真实的数值，略胜一筹。咱们看看在3季度的比拼上，电脑到底能不能再次战胜人脑啊？一系列并不太强大的经济数据这个大盘呢还是属于摇摆模式，上下的来回打摆子。今天呢我还是继续减仓，稍后会谈到我的一个减仓的细节，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于市场的理解自行去把握现在的这个震荡机会。今天想主要去讲3只股票通过对他们估值的一些讲解和细节数据的一些讲解，让大家理解现在的市场你到底应该去看什么，是不是大盘更重要还是说你真的是应该研究基本面，它到底呢是涨了就要追代表呢现在市场好，还是跌了就不能买到底它高估还是低估？我们还是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数据性的对比，大家能理解到底买还是卖好，我们首先呢，今天我想把这个3只股票呢是有2个是财报的，这个财报是一个是 PayPal， 一个是 AMD， 然后呢我会拿出 NVDA 来和 AMD 包括和它之前的这个 PayPal 进行一个对比，让大家理解现在这个市场的模式。今天的盘后财报之后 PayPal 呢是上涨 11.18%这是暴涨。之前呢这只股票我是止损调仓到其他的股票身上尽管其他的股票涨得也不错但是可能大家会感觉中那这只股票是不是卖得不好，是不是这个卖得太低了？然后还有一个是 AMD 这只股票呢，今天是盘后财报下跌 6.94%， 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让很多看好 AMD 的朋友呢，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的纠结这个股票到底是该拿还是该卖？特别是昨天在节目里边和大家谈到关于现在的这个 AMD 的估值风险问题，很多朋友看完之后呢，表示说，那这个估值跟以前的不一样，或者说现在为什么又有风险了呢？我今天详细的把这个数值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你就能知道现在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个人首先给一个结论， AMD 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价格的位置算不得有多高好，然后我们一个个来说吧，通过数据来说可能会比较的清楚一些。好，首先我们把这个 PayPal 的来讲一下PayPal 呢，自从这个下方在 67.5 这个地方触底之后是一路反弹，当然也是跟着市场整体的大势一起反弹最近的这个很多的股票都是从这个地方差不多7月中旬的这个低点开始往上攀升，一直反弹了差不多有3个星期的时间了。这个股票为什么今天财报之后涨了这么多？是不是代表着它又可以继续去抄底了是不是有什么我们错过的信息？卖是不是卖早了？是不是卖亏了？一系列很多的问题灵魂18问。好，我们首先看一下 PayPal 的财报，它到底算不算好首先它的营收本季度2季度是68亿，是超出预期的67亿，调整后的每股收益是93美分，超出市场预期的每股收益86美分。那么截止2季度末，
它一共拥有 4.29 亿的活跃账户，比去年同期增长 6%。 同时呢，在本期财报里边，它还披露了要更换新的这个管理层，包括新加了一个150亿美金股票的授权回购的授权。对于前瞻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它这个 EPS 是超出预期还比较的多啊。但是它的前瞻是不是也真的那么的好呢？对于3季度下个季度调整后的每股收益预计是 0.94 到 0.96， 市场预期的是 0.95， 实际上它的中位值低于市场的预期，高位略高一点点。预计的营收是68亿，低于市场预期的 70.2 亿。对于整个2022全年的调整后的每股收益的预期是 3.87 到 3.97， 高于他之前自己的指引 3.81 到 3.93。 其实提升的多不多？提升的并不多啊。市场的预期是多少？是 3.85。 营收的预计是 278.5 亿全年，不及市场预期的 281.8 亿。好，这个就是它目前的一个数据。听完这个数据，你会发现好像非常的一般，怎么就涨了这么多呢？我相信盘后涨了这么多，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确实它的股票价格来讲啊，严格如果你是以2年来计算，因为当时我在卖的时候就说过，如果你愿意守啊，你愿意用时间去等待它到明年，因为明年会重回增长，今年是一个负增长，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啊，包括他们今天给的前瞻也确定了这个事实。到了下个财年是重回2位数的增长，所以呢，你想做，你要想等啊，耗得起时间，你可以去等，你就不用调仓，对吧？当时我说我不想等了，所以我去调仓，调到其他的股票身上。那么其他的股票呢，表现的也不错啊，也在上涨。所以呢，它的价格，第一就是确实价格高不高？价格从估值来讲，2年来讲，它真的是不算高啊。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管理层的新的任命，之前的这个首席财务官不是走了吗？啊，现在呢又换了一个新的回来，是之前呢在 EA 干过这个首席财务官的这个一个这个职业的经理人。然后呢，还有的就是一家投资公司，对吧？持有了他大量的股权，大家觉得这么大的大型投资公司能够持有他这么多的一个这个股份，一定是代表长线看好。这个都是它盘后上涨的原因。你要仅仅从现在的价格来讲，我把这个数据写得非常清楚。今天8月2号盘后的市价是99块钱，我们算这个地方。那么它在2022年前瞻的 PE 是 25.8 倍，2023年前瞻是 20.8 倍。一会儿我会讲到像 AMD 像英伟达，你就会知道，那它的价格现在这个地方难道比 AMD 还合适吗？我等会儿会说到这个数据，你会发现其实 AMD 要在同理来比盘后的价格要比 PayPal 合适的多所以呢，这个地方它能上涨，其实因为它现在的情况，如果严格按照20到30倍去调整，因为明年增速24， 2年增速 17%， 给它20到30倍，你就是76到114， 95到142，你能守2年，你就可以慢慢的守守到明年还是会这个春暖花开的。但是如果守不住，最近遇到压力继续回调，那你呢就继续按照原计划继续守咯，只能是这么去做。所以并不存在说什么这个是不是之前的这个价格卖得太早了，然后现在的价格呢这个又涨上去了，又觉得略微有点可惜。东边不亮西边亮，对吧？这只股票没做，做了别的股票都在涨，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把确定性放到了更高的股票身上，只要你有这个调仓的目的性就没有问题啊。所以如果还在守PayPal的朋友，这个数据你可以拿去做个参考，愿意守的就多守守不愿意守的你等它冲高之后，你该减的你可以呢考虑要不要减哈。好，这是对于 PayPal 来讲。那么说到它，那我们就说一说 AMD 了。AMD 这个印象中表现这么强势的公司，这么好的公司，为什么盘后要跌这么多呢？同样，我把详细的数据先列到这里，你听完对于它的财报细节，你再去对比和刚才我们讲过的 PayPal 这边到底哪个感官上更好一些。首先是它是在本期的财报里边披露的是好于预期的每股 EPS， 但是呢，由于9月份季度的前瞻低于预期，导致盘后跌了 6.94%， 主要的原因还是 PC 市场需求恶化造成的。
在整个的季度财报里边显示，每股收益是 1.05 美金，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1.03 美金，营收是 65.5 亿美金，略高于市场分析的 65.3 亿美金。在细节业务上，表现最为强劲的是 AMD 的高端服务芯片业务。它的这个数据部门中心整个的营收是同比去年增长了 83%， 非常的强，就是在高端服务器企业服务这一块这个服务器芯片这一块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同比我们说英特尔这边就差很多。上个星期英特尔财报的时候，它的同样的数据中心的服务部门的这个营收是同比下降了 16% 的。所以可以这么理解， AMD 现在正在更多的去抢夺英特尔的市场份额，特别是 AMD 下一代服务器的芯片有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会推出来，这样的话英特尔可能承受的压力会更大一些。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它好的方面，就是在这一块强于英特尔，而且在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蛋糕。但是呢，不好的方面是什么呢？和英特尔面临一样的问题，在个人电脑和游戏业务方面， AMD 和英特尔的前瞻看法是类似的。在盘后的这个电话会议上，公司的管理层降低了对于整个 PC 市场的预期，预计今年 PC 市场将下降10几个点的百分比，而不是之前预计的高个位数的百分比。也就意味着现在的 PC 市场整体下滑的趋势可能比业内之前预计的还要糟糕。而且还谈到最近几个季度 GPU 的市场也会走弱，这个表述预期导致这个 NVDA 英伟达在盘后也下跌了 2.09%。 好，那么如果在具体的前瞻上， AMD 预计3季度营收是65亿到69亿，销售的中位数是67亿，这是不及市场预期的 68.4 亿，但高位超出市场的预期。预计3季度调整后的毛利润率是 54%， 小幅不及预期的 54.2%。 全年的营收大概是260到266亿美金，它的中位数与预期的263亿是持平的。所以你听完这份财报，好，我们来看它的数据。我们说 AMD 由于在未来2年我们预期整个的增速在 28% 左右。我之前曾经给过大家一个估值，这个估值当时是一个低位的估值144，是按照36倍，但现在整体的它的前瞻的增速，明年我们讲过它做了下调，对不对？所以它明年的增速降低了，明年的增速目前预期只有 11% 左右，这就导致如果2年来算，它现在很难达到36倍的高的这个估值区间。那么这个行业本来也才20倍左右一般有从20倍、22倍、25倍左右。那么这个估值36倍是144，按照这个低位去估的。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同样它是按照基于平均增速28的20到30倍你去看它，那么它的合理的2022年的前瞻估值就应该是87到130， 2023年就是96到145。这个估值你觉得贵吗？按照20倍去计算它的下限在今年是87块钱，明年是96块钱，你觉得贵吗？很显然不贵很显然不是那么的贵。如果我们刚才谈到过关于 PayPal 的这个前瞻 PE 的问题，你再去对比 AMD 22年的前瞻 PE 是 21.3 倍，23年的前瞻 PE 是 19.1 倍。那么在同样的盘后的价格的情况下，横向对比谁的性价比会更高？很显然并不是 PayPal 嘛，很显然是 AMD 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嘛，因为它2年的增速更快，它现在的价格前瞻 PE 要更加的便宜，意味着它的价格市价要低于 PayPal。 所以呢，你要说如果在这2个里边你一定要去选，那肯定是首选 AMD 而不是选同样作为这个科技股的这个 PayPal， 对不对？好，那么 AMD 比完了，那它如果和 NVDA 比呢？那么 NVDA 到底和 AMD 是应该买谁不买谁呢？这个 NVDA 看上去挺猛的，最近对吧？之前呢这个也有很多的大佬也在买，那么它是不是会更好呢？恰恰相反恰恰相反。因为我不能说因为我持有 NVDA 我就天天唱多 NVDA 怎么样，没有必要客观用数据来去说话最容易打动人心最容易让大家去理解我在讲什么。我同样还是把 NVDA 的数据摆在这里同样一组数据。首先我告诉大家，
今天 NVDA 我减仓了啊，今天就是看了 AMD 的财报之后，在盘后用均价 181.5 的位置减仓了，之前 4% 的一个持仓减掉了 1%， 减的并不多，现在的成本再次回到了负数，零成本，所有的利润都是利润在奔跑， 3% 的持仓，负 13.6 的这个成本啊，这是负 13.6 的成本， 3% 的仓位，均价 181.5 减的仓。为什么我要去减仓它？为什么 AMD 的财报出来之后我减仓？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刚才讲过， AMD 提到了关于在 GPU 市场的减缓的问题，这和 NVDA 是息息相关的，这是第一个。那么我从它的财报前瞻可能会判断到 NVDA 后面的财报有可能也有相同的表述，因为整个的 PC 市场的减缓是市场性的整体性的，并不是说你们家减缓了他们家没减缓啊，不是这样的，因为总的出货量减少了嘛，根据这个 IDC 的数据我们看得很清楚。好，那么如果按照严格估值来计算，那么 NVDA 应该怎么去算比较合理呢？我之前给到过大家18倍到58倍的它的一个波动区间，之前的一个历史波动区间，那个非常宽嘛，所以你看起来这个就非常大，所以后来我把它的中位加上了，对吧？100到322，中位211， 38倍是2023年的，到了2024年的呢，就是113到365，中位219到38。那么我们同样降一档啊，按照20到30倍去算，就相当于把这几个股票啊，刚才都是按20到30倍去算，因为它们的增速差不多。PayPal 和 AMD 还有2位数20几的增速，但你看 NVDA 2年的增速只有 15%， 实际上它要慢于 AMD 的。好，那么按照这个去算，2023年1月应该是多少啊？到了明年就应该是111到166，也就是这个一整年一直到明年1月份，它的价格合理价格不被高估的区间应该是在这里。中位139是25倍，如果我们往前再看一年，到2024年的1月份是126到189，中位是157，那么是25倍，意味着现在180多块钱的价格，如果按照这个增速去评估，那么它的上限应该是在189，那么是不是在基本面上它已经超买了1年了？这也是我减仓的一个理由。这也是最早之前和大家讲，为什么在170块钱以下的 NVDA 才是合理的、比较安全的啊。当然你要说它涨过170可不可以？现在不就涨过了吗？但不代表着这个价格会持续能维持和向上不断的攀升。凡事都有顶，对吧？凡事呢也都有底。之前股票在涨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高估了，然后呢大家说没高啊，很多朋友呢追了这半年，套到里边动都动不了。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说这个下方是个震荡市场对待，对吧？下方呢，该到了合理的有位置、有个股好的时候可以下手的时候要下手。很多朋友呢还在使劲做空，对吧？现在反弹了这么多了，已经整个指数从当时的在7月份突破趋势线往上涨了都快 8% 了，对吧？这不是也涨完了吗？当时还有朋友在评论区留言说，我看看这个 8% 怎么涨啊，这个指数现在不也涨得差不多了吗？对吧？所以呢，我们说一切都要基于合理的数据来说话，我们不能靠去猜，对吧？猜情绪也好，你猜什么跟消息也好，可不可以？可以，但归根到底，你去衡量股票贵还是便宜，适不适合去拿，适合拿多久，其实就是基于企业的盈利数据和能力。所以这3只股票，如果你横向来对比，现在 AMD 的性价比肯定比 NVDA 要高，那是肯定比 NVDA 要高的啊，这是一定的。那么同样，你说 NVDA 现在你还能不能买呢？你要买可以啊，你要买的话就可以放到2025年，那你这个一样能盈利。但是你这2年如果它没有机会上到200多块钱，那你这个时间其实呢你就不合适嘛，你拿在上边就慢慢的等呗。但是我现在减仓完了以后，减到下边多少钱再买回来呢？120到160，我把我的仓位提升了，分配给他的仓位提升了一些，提升到了 8% 的一个仓位啊，因为现在 3%， 又把它 5% 呢整个提升上去。大家可能又要问了，那为什么你现在不买 AMD 呢？因为这只股票上我已经做了很久，现在仓位已经做成了负成本了，我可以更好和更安全的去长持啊，尽量也可以减少对它的操作啊，减少股价波动对我的干扰。你持有一只负成本的股票和你持有一只现在在市价附近成本的股票，从你的持股心态上就是不一样的，包括你要从长远的
波动来看，和这个年度来看，可能对你的这个未来的这个税务的这个情况也有不一样啊。像在税务的问题，每个国家都不同，大家呢根据自己所在国家的这个情况，你要自行考量啊。但是呢，我现在你没有办法，我现在通过这个地方去调仓调到 AMD 身上啊，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再加上我的持仓股里边有很多，还有像 TSM 的这样的这个半导体股票，所以呢，我才没有办法去做 AMD。但是不代表我正股不做，我期权就不做啊。我告诉大家，我期权可是在做 AMD 的，而且做了很多次 AMD 了。所以呢，因为我的期权是短期的投机性的仓位。那种投机性的仓位，我可以随时调整，任何股票我都会去碰一碰、做一做，只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些机会。所以这个呢，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细节的讲解，让大家理解到你现在啊这些半导体的股票，特别是有好一些股票在明年增速预期为这个负增长，对吧？我们说在最近出现了半导体整个周期的这种负增长预期，后续可能会逐渐的展现出来。在这个情况下，咱们适时的去调整对于现在股票的这个位置。和对它的整体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估值倍数可能会更加的有利一些，从心理上，包括你从买点上，你会更加的有一些把握啊，不至于说很着急，一定会是不是要衰退了，一定要怎么样？没有啊 ，AMD 现在的情况，大家如果按照这个去看，依旧是不错的，也就到了2023年之后96块钱，那就应该低于96的，那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大家可以这么去理解，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